朋友们好，我是肖峰。前几期视频呢一直说要讲琼氏家族的故事，但是因为中途呢我在翻阅史料的时候又查到一些新东西，就擦更了几期。到这一期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琼氏家族的故事。说起这个琼氏家族的故事呢，在此之前我对于中国有世家大族传承了很多代的这种故事呢，我是有过一些了解的。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传承过1000年的这种家族。俗话说得好，富贵传家不过3代。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把自己的家族传承到1000年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量的问题。上一期的视频呢，我们聊到强大的象雄文明呢，最终呢被吐蕃所灭。联想到古代王朝历次灭国，王族的人总是难有善终。但是我去查史料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翻阅白扎琼部世系水晶宝蛮、琼部王统史、白水晶明镜这些古老的手抄本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象雄这个国家呢虽然消失了，但是陪伴他走过1000年岁月的这个核心家族有个家族叫琼氏，他却活了下来。他们呢经历过40代象雄君主的更迭，在故国灭亡之后呢，辗转千里迁徙，在雪域大地开枝蔓叶，建起了上百座的寺院，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印记。甚至连后来崛起的吐蕃王朝流传至今的藏传佛教都深深的受这个家族的影响。那你看同样是身处乱世，为什么寻常的家族转瞬就走向衰败，而琼氏呢却能跨越1000年屹立不倒呢？难道他们靠的是堆积如山的财富吗？还是说手握重兵的权势呢？其实都不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剖析一下这个琼氏家族挖掘它独有的生存与传承之道，揭开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在象雄本教史的第1集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个琼氏呢是象雄上古的4大王族之一，也是琼龙营城的核心王族，属于古象雄的正统的王统主力，拥有尊贵的王族血脉。但是你看就拥有继承世俗王权资格的这个琼氏呢，他却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我们要读懂这个家族我们就得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在藏语里面呢，象雄的本意就是琼鸟栖息的山谷，这在我之前的视频讲过。而这片土地最早的原住民呢，是一个叫扎氏的部落。琼氏呢，并非是本地的原生族群。根据白扎琼部世系水晶宝蛮和白琉璃之镜等琼氏的祖传手抄本记载，当地流传着一段古老的传说，象征瑞祥的神鸟降临象雄的卡佑圣地产下了3枚神卵，最终呢孵化出来3位先祖，弥琼木波便是其中之一。象雄国王呢听说这个神迹之后呢，就特意将这个弥琼木波迎入王宫，尊为举国的上司。王室呢还把原本属于扎氏的大片土地封赏给他，这片领地呢便得名叫琼扎噶尔。琼氏呢自此就在象雄扎根。神鸟产卵孕育先祖，这是古人解读族源的浪漫传说，虽然并非真实的历史，但也足以看出琼氏从落脚象雄开始起就拥有超然的地位。在之后的漫长的1000年的岁月里面呢，象雄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权力体系。身为4大王族之首的琼氏定下了4代承袭国师的传承规矩。史料明确记载整整40代象雄君王在位期间，琼氏呢始终担任王国的国师，从未中断。古象雄呢推行的是典型的2元共治的格局。怎么个2元就是当朝的国王他执掌军队、土地、民生等一切世俗的王权，而出身顶级王族的琼氏呢则牢牢把控着宗教、天文历法、教化、医术等文明的核心领域。所以这个王权跟教权呢，它是彼此配合、相辅相成的，共同撑起了象雄1000年的繁荣与稳定。这也是琼氏最核心的立足的根本，就是它不是依附于单一的君王，而是以整个象雄文明深度绑定，文明不灭，家族的根基便不会动摇。时间呢来到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初创不久的吐蕃呢，部落民风质朴，制度卫星。初代的占卜聂次占卜特意派遣使者远赴象雄，求取成熟的本教教法。当时呢，跟随使团前往吐蕃负责传法教化的核心人物呢，正是琼氏的族人塔米吉尔干。依托本教向外服饰的影响力，琼氏呢也将象雄的礼制、民俗与文化传入了吐蕃。家族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了象雄的故土，进入到吐蕃。所以你看，古代呢掌握教权，这个是很厉害的。
任何一个王国的话都离不开教权的支撑。那琼氏手中呢掌握了本教的教权，所以呢他不仅仅获得了象雄国王的支持，后来呢也获得了吐蕃占卜的支持。那按道理来说的话，琼氏会一直兴盛下去，但是造化弄人，随着吐蕃的崛起，一场浩劫降临在琼氏的头上。公元644年的时候，吐蕃的占卜松赞干布借助妹妹赛马葛在位接应，出兵突袭象雄。象雄的末代国王李尼加兵败被俘，数年之后死于囚禁，象雄沦为吐蕃的属国。强盛1000年的象雄终于迎来了亡国的结局，王朝的倾覆之下岂有完卵？当我翻阅白扎琼部世系水晶宝蛮、琼部王统史、白水晶明镜这些传世的手抄本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真相。虽然象雄作为政权彻底消失，但是作为王族的琼氏居然完整的保留下来，这个呢确实让我挺震惊的。就在后来的吐蕃的官方的记载当中象雄的军队战败之后，王室的成员四散奔逃，旧的贵族呢也纷纷销声匿迹。但是琼氏的祖传古籍呢却揭开了一个不一样的内情，就是吐蕃它并没有对所有的象雄贵族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分化治理的策略。吐蕃虽然清算了象雄王李尼加一脉的嫡系王室，这个末代国王被俘之后呢，这一支正统的世俗王族就此断绝。但是剩余的旁支王族呢，也被剥夺权力，严加管控。同为4大王族的琼氏，为什么不在打压名单之内呢？因为打天下难，治理天下更难。吐蕃灭掉象雄，总是需要有人来治理的。与其是自己去统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象雄，不如扶植一个熟知当地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这是摆在征服者面前的最优选择。为了稳固西部的疆域呢，吐蕃就扶植旧穆氏贵族代理治理象雄故土，借助穆氏的旧势力压制本土的本教势力，也就是琼氏。大家呢可能对这个穆氏不太熟悉，我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个穆氏。这个穆氏呢也叫穆王族，它是正统的王室。象雄的律法规定国土、赋税、军政、疆域统治权专属于穆氏父系的嫡系，是法理上唯一的王者血脉，属于纯父系的世俗政权。那同时呢，吐蕃呢也保留了琼氏世代相传的封地与部分的治权，允许这个琼氏继续驻守故土，主持本教事务。为什么吐蕃要保留琼氏呢？是因为从新老米沃时代开始起这个琼氏家族呢就垄断了全境的本教祭祀、神山仪轨、天文历算、香斋祈福、寺院管理。全象雄的牧民、农户、部落民众的精神信仰完全依附于琼氏的上师，所以吐蕃必须要以琼氏来收揽人心。那相比较而言呢，这个象雄亡国之后呢，很多的象雄旧贵族远走他乡避祸，或者是隐姓埋名苟全性命，而琼氏呢，他却依然执掌着当地的政教事务，同时呢，也用心的守护着家族世代累积的海量的本教典籍，没有放弃传承。就这样靠着坚守文脉、低调行事，琼氏呢平安度过了吐蕃初期对于前朝旧势力的清算。这也是琼氏活下来第一个关键选择，就是他不执着于虚无的世俗王位，转而守护文明的根基。王朝会覆灭，权力会易主，但是扎根人心的文化与思想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乱世当中手握世俗的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守卫文明的传承才是最稳妥的自保之道。我们现在看地图会发现在安多、康巴藏区有非常多的本教寺庙和象雄文明的遗存。由此可知古象雄人最初是由阿里地区向东迁移至安多和康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场琼氏家族的大迁徙呢？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西藏历史上政权和教权的反目，而这种政权和教权的矛盾呢，几乎贯穿了西藏历史，直到后来的藏传佛教萨迦派执掌政权，实行政教合一，才彻底终结了政权和教权的矛盾。所以不是西藏选择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而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天然适合雪域高原。这些呢，在我以后的专题当中会讲。在归顺吐蕃之后呢，象雄内部的格局呢悄然的改变。象雄的穆氏和琼氏原本是政权和教权的互补制衡，这个穆氏管世俗的统治，琼氏呢管教化，世代联姻，几千年来相安无事。但是在象雄成为吐蕃的藩属国之后呢，吐蕃实行了分化统治的策略，直接打破了琼氏和穆氏的平衡。第一，
穆氏的王族呢彻底失势，穆氏呢正统君王李尼加战死，王室嫡系四散，仅残余的旧贵族保留少量的封地，失去了全国的军政统治权，只剩下了空洞的王族的名分，赋税啊，部落的管辖权呢被吐蕃收回。然后这个琼氏的势力呢不降反升，吐蕃的初期呢为了稳定象雄的民心啊，不敢强烈的打压本教，保留了琼氏完整的教化权，全境内的本教寺庙、牧场、信众依然归琼氏管辖。民间呢遇到事情呢只信服琼氏的本教上师，全境的本教信众依附，民间的声望远远超过失势的象雄旧王族穆氏。而琼氏族长东迥冷漠，同时呢兼有教化领袖和地方部落首领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呢就是掌控了象雄的基层的民心。穆氏旧贵族呢，这个时候他的核心痛点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呢是法理的正统王族，但是实权呢却被姻亲琼氏夺走了，地位倒置，让他实在是无法接受。琼氏手中呢握有大量的属民啊、寺庙啊、牧场啊，形成了那种教权压迫世俗旧王权的这种格局。于是啊，这个嫉妒不满渐渐的就在旧王族的心中滋生。穆氏呢搬出古老的宗族规矩呢，就开始发难。他们说啊，这个琼氏啊非穆氏的父系直系，是象雄王室的4代姻亲外戚，并非纯正的父系血脉，没有资格继续掌管象雄的政教大权。简单来说啊，这个穆氏认为呢，这个琼氏啊只能当祭司，不能管百姓管土地。如今呢，你这个琼氏啊政教一把抓，是僭越。所以啊，这个为了夺回这个话语权呢，这群依附吐蕃的旧王族就集结兵力向琼氏发起了进攻。这是一场同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啊。外辱未灭，兄弟阋墙另类。穆氏的旧贵族主动依附吐蕃驻象雄的守军，向吐蕃承诺，若夺回政权，将全额上缴贡赋，打压本教，推行吐蕃制度，换取吐蕃默许出兵围堵琼氏。但实际上呢，吐蕃象雄的驻军呢选择冷眼旁观，并没有插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下面就分析一下。吐蕃冷眼旁观的深层逻辑，白琉璃之境啊明确，吐蕃不愿意直接出手屠戮任何一方。第一，他如果帮助穆氏消灭琼氏，会彻底的激怒全境的本教信徒，引发全境叛乱，这对于吐蕃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他如果是庇护琼氏，则失信于归顺自己的穆氏旧贵族，动摇象雄的这个统治根基。所以吐蕃在两相权衡之下呢，他的最优策略是这样的，就是任他们两族内耗，相互削弱，无论是谁胜，吐蕃呢都能够坐收渔翁之利，而且呢无需损耗吐蕃的兵力。于是啊，这个穆氏呢就集结象雄各地忠于旧王室的部落联军，包围琼氏的核心领地喀尤。而琼氏的部众呢以修士牧民为主，缺少正规的军队，无力对抗联军。当时的琼氏的大族长、本教的大导师东迥冷漠呢多次派遣使者求和，承诺啊只保留教法传承，放弃氏族的领地。都已经做到这样了，但是穆氏贵族呢断然拒绝，决意彻底剿灭琼氏的血脉，焚烧本教的典籍。前面说了啊，这个穆氏认为呢，琼氏只能当祭司，不能管百姓，掌握土地。那为什么琼氏这个时候愿意放弃政权，只保留教权，连土地都愿意让出来？穆氏为什么依然不放过琼氏呢？这是因为啊，在穆氏和琼氏之间呢，已经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现实利益矛盾。第一，人口与属民的争夺，大量的象雄部落主动依附琼氏，寻求本家的庇护，脱离了穆氏旧贵族的管控。穆氏呢，失去了属民、劳役、贡赋的来源。第二个，牧场、神山、庙产资源的争夺。冈底斯山脉、马旁雍措旁边的圣山，优质的牧场多为琼氏的4代封地，物产丰厚。穆氏贵族呢，封地贫瘠，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第三啊，就是这个话语权完全失衡。吐蕃呢，派驻象雄的官员处理民间纠纷，往往优先征询琼氏大上师的意见，而穆氏的贵族的话语权被边缘化，彻底丧失了地方治理的存在感。就这样，在多重利益的叠加之下，穆氏的贵族阶层集体滋生了强烈的嫉妒与危机感。如果不夺回权力，穆氏的王族血脉将彻底沦为无足轻重的没落氏族。所以啊，穆氏联军进攻琼氏，表面上说是琼氏无父系血脉的世袭，违背了象雄的千年祖规，实际上是由于吐蕃分治的政策激化了象雄内部的矛盾，导致了象雄本土氏族、旧贵族与宗教精英2大集团的权力再分配的冲突。血脉的名分呢，只是争夺利益的借口。
这场象雄内战带来的后果是大量的古老的象雄手抄的本教经文主持法器、王族档案的毁损。琼氏在逃离的时候呢，没办法带这么多东西走，所以呢，将一部分埋藏于羌塘神山，这也是后世的本教服藏的源头之一。另外一部分就很可惜了，分别在战乱和迁徙当中毁损，这也是早期象雄完整史料大量失传的关键原因。孤立无援的琼氏难以抵挡联军的围攻，于是为了保全3件核心事务，就是第一，琼氏王族的血脉；第二，象雄本教完整的经文仪轨；第三，琼鸟氏族的千年文脉。琼氏的族长东迥仁墨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放弃祖地，举族向东迁徙。就这样琼氏人踏上了千里征途，横穿茫茫的羌塘草原，向着管控相对宽松的安多、康区前进。就是这条路，大家奋力往前！下面呢，我们结合地图来看看东迥仁墨的迁徙路线它的起点是西象雄的喀油，中段呢是横穿羌塘北部的无人草原，避开了吐蕃重兵驻守的卫藏腹地。它的终点呢分为3块区域第一个是安多的黄河流域，第二个是康区的39族地带，第三个是加隆莫尔多山区。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藏区旅游的话，经过以上3个地区呢，我们会发现大量的琼鸟图腾，本教修行的传统。因为这里居住的很多都是古象雄移民的后裔。那么为什么这个终点是分3块区域呢？这是因为琼氏的族长东迥仁墨为了避免整个族群被一网打尽定下来的安排。他呢让自己的3个儿子分头行动，带领族人的分散落脚。这就是象雄历史上著名的琼氏3子分迁。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东迥仁墨的这个眼光呢极具远见。下面呢我来分析一下东迥仁墨分道安置族人的战略意图。第一，族群分流避险，3支族人分居不同的地域，若一处遭吐蕃的围剿，那么其余的2支仍然可以保持血脉与教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个，本教多点传播，分驻安多、康北、加隆3大区域，同步传承象雄的本教，避免文脉的单一断绝。第三个，分散发展，各支呢独立开垦牧场，建立本教寺院，互不牵制，形成了3足鼎立的琼氏后裔的分布格局。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3支第一支就是这个长子木郎带领的族人向东北方向出发，最后定居在阿尼玛钦神山一带，专心传播本教教法，建立了安多早期的本教寺院。这就是琼氏安多的先祖。今天的青海勒贡、四川阿坝的北部都有着大量的琼鸟图腾，本教修行传统均源自于这个木朗一脉，这就是琼氏的黄琼支系。第二支呢就是这个次子琼帕季末，他呢一路向东，最终落脚在今天的西藏的昌都丁青的六峰神山，也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蜘蛛山山上的蜘蛛寺。这个地方呢就成为琼氏在多康地区的核心道场。现今这块区域就是如今的丁青巴青所县在今天的昌都的西部、那曲的东部，形成了康区的39族的核心。这里的原住民大量自认为是琼氏后裔，这也是琼氏的黑琼支系。那么第3子呢，琼德安墨向东南出发，也就是今天的加隆莫尔多神山、四川的丹巴、金川、卓斯甲一带。他们教化加隆土族，修建莫尔多周围的本教神殿。加隆的全部的土司族谱均记载，祖先为象雄的琼氏。碉楼的文化由此传入川西，至今在加隆的民间还流传着金翅琼鸟自象雄稀土飞来的始祖传说。这就是琼氏的白琼之系。这3子的东迁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象雄琼氏的东迁是青藏高原跨地域的大型部族的迁徙，是象雄文明本教向东传播的核心节点。琼氏的3子分迁形成了琼氏的3大支系的起源分界，直接奠定了当今安多、康北、加隆3地的琼氏文化分布格局。卫藏呢没有大规模的琼氏聚集，康巴、安多成为象雄文脉的保存主体，琼鸟图腾、本教仪轨、象雄的天文、医学借此迁徙完整的传入了川西、青海。后世39族部落、加隆土司、安多本教世家均以东迥仁墨的3子作为共同的始祖。当地的方言碉楼的建筑琼鸟的崇拜完全继承了古象雄的琼氏文化。所以你看，这就是琼氏的第2个生存智慧，它分散布局，绝对不把整个家族的命运压在同一片土地之上。一族聚落遇到战乱则满门倾覆，分支散落四方，一处遇到困境，其余的支序依然能够延续火种。
坚守文脉，分散布局，让琼氏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而家族能够延绵千年，更离不开他们与时俱进的处世格局。第一，兼容并蓄，不困于教派之争。吐蕃发展的中后期藏传佛教日渐兴盛，本教与佛教的对立也愈发的尖锐。不少固守传统的本教士族因为一味的排斥新思想，遭到打压，一步步的走向衰落。琼氏的族人呢，却因为懂得灵活变通，选择了佛本兼修，包容接纳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古籍记载，族人琼部来杰前半生潜心发掘本教的伏藏，修习传统的仪轨，后半生便拜入佛教大师的门下潜心修学。在本教文献的记载当中雪域的传奇圣者噶举派的第2代祖师米拉日巴也被认为是琼部来杰一脉的后人。除此之外琼部奈觉尔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早年呢潜心修习本教，30岁以后呢远赴印度钻研佛法，成为佛本兼修的大学问家。他既为本教教徒讲法，也为佛教传道，影响深远。不排斥新事物，也不固执地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让琼氏呢无论主流信仰如何更迭，始终呢稳居雪域文化的核心圈层。琼氏呢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族人呢涉猎广泛，发展方向从不局限于宗教修行这一条路。千百年间这个琼氏呢人才辈出，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朝堂之上重臣辈出，朗日松赞、赤松德赞等吐蕃占卜在位的时候，琼部邦塞素斋、琼部杜木处等族人先后入朝担任重臣，辅佐君王治理地方。其中呢，琼部邦塞素斋还以高超的藏旗棋艺名留藏史。文化领域，琼部预测改良传统的藏文乌简体，独创琼体的书法，笔法工整精妙，后来成为各大寺院抄写藏经的范本。江孜等地珍藏的金粉书写的大藏经便大量的使用琼体。后世的泽邦氏还以此为木本传抄典籍，成为藏族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在那个易经传法领域11世纪的时候，琼部扎桑远赴异域，为克什米尔高僧担任译师，翻译出了超度恶趣续经、量抉择论等珍贵的典籍。还有琼部类巴等族人拜入名师门下，开宗建世，在宗教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你看琼氏家族有人从政理政，有人钻研书法，有人易经传法，有人潜心修行。整个家族多点开花，不会因为某一个行业衰落而集体陷入困境。反观历史上很多豪门大族大多数依靠单一的权力或者财富立足，时局一变便迅速崩塌，这也是琼氏与普通家族的最本质的区别。从古象雄的王族世袭国师，到吐蕃的朝堂重臣，再到元明清以来的雪域宗门领袖，直到近现代，琼氏的文脉始终未曾断绝，这也是家族千年延续的最直观的证明。清末至建国初期阿里地区的琼氏宗师噶家琼珠晋美南卡多杰重修琼龙银城教法，兴建琼欧噶寺，抢救整理大量濒临失传的象雄本教古籍。康区的琼波雍宗邓登坐镇新隆义西寺，作为现代本教的大圆满宗师，传承琼氏的专属教法。青海贵德23世琼毛多旦旺秀执掌千年祖庭琼毛寺，守护安多地区的琼氏传承。当代的雍宗德琼仁波切承袭白琼的支系法脉，深耕象雄文化的科普与古籍的翻译，让古老的象雄文明被更多的人知晓。从文成雅士到宗门大德，琼氏一脉代代相传。顺带一提象雄最早的原住民扎氏虽然他不再执掌核心的权力，但是也并未消亡。如今的德格丁清寺、兴隆鲁本寺依然保留着扎氏的传承。近代多位知名的本教大师都出自于这个部落。而穆氏家族呢，自从穆琼内战自耗之后呢，彻底透支了自身的根基，自毁存续的基础，最终确确实实的亲手葬送了自己完整的王族传承。如今呢，仅零散广义的穆氏牧民，没有完整的王室谱系。穆氏为了夺权，焚烧神殿，捣毁本教法器，打压本地信仰，普通的牧民、底层的百姓彻底厌恶穆氏贵族。往后即便吐蕃攻打穆氏，本地的部落也不会再拥戴庇护穆王族。而穆氏呢，原本依靠王族正统维系人心，一战之后法理民愤失去了民间的认同，只剩下了空洞的血脉身份。吐蕃呢，一开始扶植穆氏，只是为了借助他们制衡势力庞大的琼氏。当琼氏战败，举族迁出阿里，吐蕃的制衡的目标直接消失，穆氏没有了利用价值，吐蕃立刻拆分穆氏残存的部落，打散聚落，拆分牧场，严格限制穆氏贵族拥有私兵，剥夺地方治理权。刻意迁徙吐蕃苏皮部落的人迁入阿里，稀释穆氏族群的比例，防止穆氏再度抱团。
穆氏呢以为依附吐蕃能够夺回权力，实则是吐蕃驱虎吞狼的工具。当对手消失，自己也会被限制和打压。后期的吐蕃推行佛教，阿里逐步活化，本土的本教衰败。穆氏呢既无教法传承，又无世俗的王权，没有专属的寺院，祭祀体系维系族群的记忆。反观的琼氏走到康巴安多之后呢，持续修建本教祖寺，以宗教凝聚族人，族群认同千年不散。东炯人莫富有远见，让三子吩咐安多39族，加隆3支分散，一处遭难，则其余2支可以保全。穆氏的所有的旁支贵族全部固守阿里，没有任何向外迁徙分流的规划。后期吐蕃持续管控，气候草场恶化，部落冲突不断，没有任何退路，族群只能不断的萎缩消散。穆氏为了夺回世俗的权利，主动发动同族内战，耗尽人口，丧失民心，沦为吐蕃的弃子，又没有像琼氏一样分流迁徙，保全血脉。多重的打击叠加之下，曾经统治象雄40代的穆氏正统王族传承彻底消亡，等于是亲手毁掉了自己1000年的家族根基。梳理完琼氏的1000年发展脉络我们就能总结这个家族打破富不过3代的魔咒的4大核心生存智慧，每一条都值得细细的品味。第一，择势而为，不足虚名。身为正统的王族，拥有执掌世俗王权的资格，却主动选择守护宗教与文明，放下容易引火烧身的权位，找准最稳固的立身之本。第二个，广布族群，分散避险，不扎堆聚集在一地，主动拆分支系，散落四方，用地域的布局对冲战乱纷争带来的风险，一触受阻，火种不灭。第三个，顺势融合，不惧新知，顺应时代的潮流，包容不同的信仰与文化，不做时代的对立面，始终保持灵活的生存姿态。第四个，多元发展，全面立身。族人呢，涉及政务、书法、易经、修行等多个领域，搭建起多元化的生存体系，抗风险能力远超单一发展的家族。从象雄4代承袭的王族国师家族，到亡国之后四处迁徙的文化传播者，从纯粹的本教传承的族群，到融汇各家所长的文化大集成者，千百年间，琼氏早已和雪域高原的土地、信仰和民俗融为一体。如今我们行走藏地，看到寺庙屋顶雕刻的神鸟琼，各地带有琼字的地名，世世代代的仪轨与文字，这些都是这个1000年家族走过的痕迹。象雄作为独立的政权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但是琼氏携带的象雄的文明火种一路向前，从未熄灭。可以说，象雄王与政权却活在了琼氏的传承当中。看完琼氏的1000年故事相信你也有自己的思考。在这4大生存密码当中，你认为哪一点才是它延续1000年最关键的因素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下一期呢，我将抛开传说与文学的演绎，结合考古报告与原始的史料，深度解析岗底之山为何能成为亚洲多派教派共同尊崇的圣山，揭开这座神山背后的古老文明的脉络。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我是萧峰，以行走为证，以史料为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